经常暖宫的女子都知道，刚断气时男人会瞬间充血，只要手法老道就能留下香火。但这法子有损寿数，相当于跟阎王爷抢生意。成了107次婚后，我刚准备金盆洗手，却接到了价值黄金800两的大单子。当晚，我穿上让鬼血脉喷张的红肚兜，正要坐上去，却发现身下的人竟然是7月半这日，我接到了第108次成亲的单子。上门来提亲的夫人名叫蒋若柳，她家3代单传，就这么一个独子，还不巧横死了，要我过去给他们续上香火。这事儿要办2次，一次在家中新房，一次在坟冢前。姑娘放心，规矩我懂，这是800两黄金。我第一次遇到要办2次式的单子，多数人家只在新房行礼，这还是第一次要求再去坟冢办一次的。我略一思索，伸出4个指头，这事儿好说，得加钱400两，只要能给我儿留后，多加400两又算得了什么？他哭得伤心，我忍不住打断，叫他回去将新房布置好，今晚我就去成亲。夫人走后，我将黄金藏到家中，美滋滋地开始幻想金盆洗手后的自由生活。接着我拿了20两银子，上街置办了一身简易的凤冠霞帔，盖上红盖头，雇了个轿夫，就这么简单的出嫁了。我按着雇主给的地址，很快在村中一处气派的老宅院里见到了先前的夫人，她身旁还立着位中年男子，那是顾老爷，是这处宅院的主人，也是他那亡故儿子的父亲。蒋若柳仔细将我端详一番，随后点了点头，勉强挤出了笑容。因姑生得国色天香，我家庶儿命薄，临去了才有这等福气，这就劳烦因姑了。二位言重了，时辰不早，我们尽快开始吧。我先前嘱咐的东西可备妥了？都备下了。他招了招手，立时便有下人提着一只精神抖擞的大红公鸡过来。我打开包袱，取出早已备好的笔墨和红纸，细细问起我新婚夫君的姓名、年庚、生辰八字，以及是如何故去的。我提笔蘸墨，在红纸上写下顾数的名讳与八字，随后将红纸贴在大公鸡的背上。接着我跟他们来到了新房，刚一踏进屋，我就被扑面而来血腥气冲了满脸。只见新房的墙上、柱子上、地板上溅满了血迹，正中央摆着一副棺材，乍一看满目猩红。在我前头107位夫君里，我不是没见过死得惨的，但这像是被人活活砍死的，还是头一位。我走近2步，仔细闻了闻，果然有一股散不去的怨气。我猛地回头，怒视2人。顾老爷、顾夫人，可还有事瞒着我？2人脸色一惊，竟有些发抖，但依旧强装镇定。因姑，我儿就是在这儿被劫匪杀害的，是不是有什么顾虑？我沉思片刻，又伸出2个指头。怨气不散，得加钱200两。顾老爷面色一僵，眼神复杂。好儿媳果然不同凡人，连开价都如此出人意料。不过只要我儿能有后，200两又算得了什么？他当即叫人端来一盘金子，黄澄澄、金灿灿的，看得我心花怒放，立刻改口：公公婆婆放心，今夜我定能让相公圆满上路，圆您2老抱孙子的梦。我让他们叫人摆好高堂花烛，用大红公鸡便代替顾数，与我一同行了拜堂大礼。礼毕之后，我和他们约法3章：第一，待会儿我会在门口点一根特制的引魂烛，你们走动千万小心，不要吹灭了蜡烛，蜡烛灭了，这香火也就断了。第二，蜡烛自然燃尽之前，无论你们听到里面有任何动静，都不准进来，否则惊扰了下面，我也无能为力。第三，做这事儿不能打扰，更不能偷看，要所有人都退到院外。若是有人悄悄偷看，那便是心不诚，心不诚则不灵，后果自负。他们听完我的吩咐，连连点头，收拾好一切，退出去。我从怀里取出一根蜡烛，正要点燃，突然从屋内吹来一阵妖风，把火灭了。顾老爷夫妇2人立刻吓得浑身发颤。好儿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没说话，又点了2次，无一例外都是刚要点燃就被妖风吹灭了。不远处的顾老爷夫妇和仆从们已经吓得不敢说话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果然横死的就是怨气重。不过再重的怨气也不能砸了我的饭碗和那1400两黄金。我双手合十，朝天地一拜，嘴里念了一串咒，接着第4次掏出火折子。这一次蜡烛顺利点燃，火光明明灭灭，众人都松了一口气。我将蜡烛放在门边，转身回房关门。屋内等着我的是那副棺材，大红喜烛还在静静燃着。那棺木前后各立着一对纸人，脸蛋涂得红扑扑的。这场景别人看了大概觉得瘆得慌，可我见多了早已没有感觉。我自顾自抬脚朝棺木走去，看见里面躺着一个年轻男子，他眼睛闭着，胸口也不曾起伏，一看便是个死人。不过便算是闭着眼，也能看出他眉眼周正，脸部轮廓像刻出来似的，非常清俊。而且鼻子又高又挺，我阅人无数，还没遇见过鼻子这么挺的。这一下我没忍住，把手伸进他寿衣底下，先摸到了一个热乎乎的汤婆子。看来他们很听我的话，把身体好好暖着，方便后续使用。汤婆子下面就是硬邦邦的腹肌，我仔细摸了摸，居然有8块，这也太妙了。可惜啊，可惜你是个死人，否则可就真对了我的胃口。办事前，我按照规矩，双手合十，朝他拜了3下。顾数，初次见面，我叫白茵茵，今夜就算是你的娘子了。听你娘说，你还是个童子身，这对你留后帮助很大，我会尽力的。那么接下来我就开始了。我立刻换上一副面孔，就好像真把顾数当做自己夫君一般。夫君，穿着衣衫睡觉不舒服，我帮你脱掉可否？说完，我便动手把他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解开，扒到一边去了。紧接着，我也脱了自己身上的喜服，躺到他的旁边。夫君放心，我会对你温柔的。他爹娘之前按我吩咐用汤婆子捂着，尸身现在还是软的，摸起来除了比活人凉点，倒也不怎么僵硬。而且现在还在12个时辰内，该立的还立着，方便我行事。紧接着，我将手伸下去，紧紧握住。
我猛地一下眼睛瞪大了，我清楚地感觉到顾树的腰主动向上挺了一下，而此时床头那俩纸扎人不知何时竟悄悄扭过脸，看向了我这边。我赶紧松手，朝他胸口摸去。他还有心跳，我以为是自己摸错了，又赶紧把耳朵贴到他心口上，听着那虽然不强，但确实存在的心跳声，我终于确定了，这个男人他根本没死。其实方才摸他身体的时候，我便觉得有些奇怪的。从顾老板夫妇说的来推断，他死了足有6个时辰，哪怕用汤婆子捂着，也不可能还跟活人一样软乎乎的，还有弹性，更不可能哪儿摸着都还有点温度。这便说明这个男人根本还没死透。这会儿已经入夜，加上耽误的时间久了，再送去医馆怕是来不及，运到半路没准就真咽气了。我决定试试师傅教我的法子，看能不能把他救回来。我一边揉搓他的穴道活络气血，一边用自己的体温捂着他，时不时还得渡些阳气过去。救人要紧，也顾不上什么男女大防了。再怎么说，我收了人家一大笔钱财，救的又是个顶好看的郎君，怎么算都不亏。我忙活了差不多1个时辰，这俊俏郎君猛地咳了几声，居然真的睁开了眼睛。我惊喜交加，正想下地去告诉外头那对夫妇这个好消息，想来他们知道儿子没死，定会欢喜不已。搞不好一高兴，我再开口要个200两也不成问题。谁知我脚刚沾地，一只手就抓住了我的胳膊。别出去啊！他们不是好人。我一下愣住了，没明白他这话的意思。你可是他们儿子，哪有爹娘会害自己孩子的？那郎君虚弱地靠着棺木坐起身。姑娘误会了，我并非他们的孩儿。你不是顾树？我叫沈世安，是沈文远的儿子。我听得倒吸一口凉气。沈家是我们这儿的头号富商，那个富可敌国的沈文远。俊俏郎君点了点头。我狐疑地看着他，觉得不对劲。不对，你若不是他们儿子，他们费这么大劲给你留后图什么？我将刚才的200两金子给他看，这年头可没冤大头会掏1000多两黄金给便宜儿子。我是被他们绑来的，他们要我写信给我爹勒索500万两银子，我不肯就范，便被他们用湿布一层层蒙脸给活活憋死了。他们找你来留种，便是想趁着我刚死没多久，要是怀上孩子，将来好拿孩子做文章，谋夺我沈家的家产。若我没料错，姑娘你也走不了。若是你怀不上，明日一早他们就会杀人灭口；若是怀上了，他们会把你囚在此处，直到你生下我的孩子之后，也是杀人灭口。我吓得魂都快飞了，全身一阵哆嗦，这走哪条路都是死路。你没骗我，他们真要对我动手？这是我之前尚未完全昏死时偷听到的。我的脸瞬间没了血色，怕得要死。我就是想赚点辛苦钱，哪晓得竟掉进了这种杀身陷阱里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蒋若柳的声音：“茵茵，事办得如何？我儿可有回光返照的迹象？”那声音吓得我脑子一懵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我正慌着呢，蒋若柳紧跟着又补了一句，这话差点没把我的心吓得跳出来。茵茵，我儿怎么坐起来了？我大惊失色，他居然能瞧见沈山坐起来了，莫非这屋里有什么窥视的门道不成？但这念头很快被我打消了，真要是有，那对夫妇怕是早就冲进来了。可他到底是怎么看见的？婆婆，是我把他扶起来的，方便做事。这不是也想能快点为顾家留后？我说的隐晦，又坐在沈山身前，装成在办事的模样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还以为我儿又活过来了，还自顾自开心了一会儿。茵茵不愧是做这行的，懂得多。听他信了，我暗暗松了口气。婆婆，你是否忘了方才拜完堂后，我同你们约法3章，这第3条便是不许偷看。你如今悄悄看了，触怒了神灵，这事儿能不能成，可就不好说了。这是我们一行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婆婆还是要守规矩些。屋外的动静小了几分。哎，这我没偷看，这不是门上正好有道缝，我是站在院子里远远瞥见些模糊影子，算不得偷看。神明保佑，保佑我儿有后，无心一瞥，算不得偷看。我灭了烛火，窝到门边，借着外头透进来的微光，仔细一瞧，果然有道细缝。二话不说，扯了块帕子就给堵严实了。婆婆，劳驾您和公公站到院子外，走来走去容易吹熄蜡烛，这事儿要办一夜，半点不可马虎。好好好，我这就走。不过茵茵，你家里可还有什么人，或是平时是否有交好的姐妹？你来我们这儿可有跟他们打过招呼？我是想着你嫁进我家，虽是为办事，但也是我名正言顺的媳妇儿，该去给你的亲朋好友送些礼。我和沈山对视一眼，他朝我摇摇头。我明白蒋若柳说这话是为了试探我是否将来这个消息透露给别人，万一他们将我灭口，有人报官可就麻烦了。婆婆放心，我天煞孤星，无父无母，无亲朋好友，就连村里子的人见到我都绕道走，就不必去送礼了。等蒋若柳的脚步声彻底远了，我才长长吐出一口气，后背都让冷汗浸湿了。这一番下来，也就坐实了沈世安的话，这对夫妻果然不是好人，这场喜事果然是个彻头彻尾的陷阱。跑，我必须得想办法跑出去。可眼下的麻烦是怎么跑？这院里院外全是他们的人，如果跳窗，沈世安的身子骨还没好利索，我带着他跑也跑不了几步。我脑子里闪过一个主意，学习文里的法子，先把窗户弄开，丢几块石头，让他们以为我们跳窗跑了，实际上我们俩就藏在床底下，等他们追出去找人的时候，我们再溜出来，这样就能跑掉，路上还能找人报官。但沈世安立马否定了这个想法，他示意我悄悄掀开窗帘一角，我凑过去一看，顿时傻眼了。窗户外面早就钉死了拇指粗的木栏杆，我估摸着自个这点力气肯定掰不断。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拦着，我早想法子溜了。他说的对，何况我往院子里一瞟，好家伙，顾老板和蒋若柳俩人就跟门神似的守在院子里呢。这下彻底没戏了，就算能弄断木头，也会被他们当场逮个正着。这时沈世安给我出了个主意，姑娘，
不如我们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扮鬼吓唬他们，然后趁乱逃跑。我听得目瞪口呆，这个方法怎么听怎么不靠谱。我怎么觉得你这法子比我的还不靠谱？扮鬼吓人能行吗？沈世安叹了口气，不然呢？你还有更好的办法？他们干了亏心事，心里本来就虚，说不定我这一招还真能管用。而且我们已经没得选了，不是吗？事到如今，我也只能点头同意，但愿这招能成吧。我和沈世安穿好衣裳，就这么2个人坐在棺木里，挨到了子时，饿了就取供台上的糕点垫垫肚子。沈世安精神也好了些，他看了眼外头亮着的灯笼，我们得先把院子里的灯笼灭了。他左右看看都没有趁手的工具，我们既不能有大动作打草惊蛇，又得神不知鬼不觉把灯笼灭了。我思索片刻，从随身带的小包袱里取出一个吹针，这是何物？我一介弱女子，吃这口饭总得有些防身的用具。我拿着吹针走到门边，透过原先那道缝，先吹出一根针，熄灭了地上的蜡烛。这一下，他们的注意力都被灭了的蜡烛吸引。我飞快又吹了2根针，射灭了院子里的2盏灯笼。院子里顿时暗了一大片，只剩零散的月光稀稀拉拉。蒋若流想上前查看蜡烛的身形，顿时僵住，哆哆嗦嗦开口：“这怎么都灭了？依依，你还在吗？”我守在门边没有回答，透过门缝观察着他们一举一动。另一边的沈世安则撩开窗帘一角，用铜镜对着月光来回晃动，制造出明明灭灭的鬼影。你快去看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踹了一脚所谓的顾老爷，顾老爷冷不丁扑上前，两眼正对着那根熄灭的蜡烛，吓得他飞快后退。这时我捏着嗓子学了几声凄厉的猫叫，这原本就是乡下地方，我这么一叫，栖息在树上的鸟吓得乱飞，一些野猫也跟着叫唤起来，一时间此起彼伏，格外瘆人。正巧外面起了大风，呜呜的响，跟鬼哭似的，招得村子里的狗跟着叫唤起来。这可真是老天相助，顾老爷和蒋若流本来就心里有鬼，一听这动静，再也维持不住老爷夫人的体面，身后的几个打手也哆嗦着随时要跑。火烛灭了，灯笼熄了，现在又刮起妖风，全村的狗都在叫。我听说子时是一天阴气最重的时候，猫狗都是能看见不该看见的东西。你说该不会是他回来了？顾老爷也吓得心里发毛，但他嘴硬，冲蒋若流吼道：“闭嘴！哪来的鬼？就是凑巧，八成是这院里的灯年头久了，让风给吹灭了。哪家狗晚上不叫唤2声？再瞎咧咧，老子揍死你！”顾老爷凶巴巴地瞪着他，蒋若柳吓得缩了缩脖子，不敢再说话。我蹲在门边看时机到了，掐着嗓子发出又尖又哑的惨叫，连沈世安听了都头皮发麻。紧接着我抓起凳子，把屋里的陶罐瓦盆砸得噼啪响，又使劲捶门，动静闹得特别大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不是我害你的，你别过来！深更半夜，风声凄厉，犬吠不止，再加上我这惨叫和求救，活脱脱一出鬼戏。你听，真的有鬼，那阴姑都中招了，咱们快跑！蒋若柳吓得一个劲儿尖叫，脸煞白，顾老爷脸色也铁青，腿肚子直哆嗦。即便如此，顾老爷还是咬牙硬撑。肯定是那丫头察觉了什么，故意装神弄鬼，想吓跑我们。我们进去看看。蒋若柳吓得直摇头，不，我不去，要去你去。顾老爷气得咬牙，狠狠扇了他一巴掌。我们害人的事儿都干了，还怕个死鬼？一起上去，不然你也别想活着走出这宅子。蒋若柳被这么一威胁，只好哆哆嗦嗦地跟上。俩人蹑手蹑脚摸到门口，没敢马上进去，先把耳朵贴在门上听里头的动静。里面已经没有我的惨叫声了，只有轻微的滋滋声，像是有人在吮吸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是啃骨头嚼肉的咔嚓声。顾老爷手抖得厉害，哆哆嗦嗦地摸出钥匙去开门。门开了，里面黑咕隆咚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但那喝血吃肉的声音却更清晰了，让人头皮发炸。顾老爷哆嗦着划亮了火折子，那点昏暗的火光里，只见我满身是血的倒在地上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而沈世安正整个人趴在我身上，嘴里发出野兽似的呼噜声，使劲嚼着什么。听见动静，沈世安猛地回过头去，沈世安的脸上全是血，面目扭曲，白眼一翻，冲着门口俩人就发出一声野兽似的嘶吼。蒋若柳瞬间脸无人色，有鬼啊！他尖叫一声，眼一翻，直接吓晕了过去。顾老爷也被眼前这景象害得不轻，手里的火折子没拿稳，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灭了。屋外的打手听见这个动静，拔腿就跑。本就是图财，何苦搭上命？转眼间，这宅子就剩我们4人。顾老爷心里发毛，但转念一想，又觉得不对劲，所以没跟着跑。好你个臭丫头，胆敢装神弄鬼骗我！不等他骂完，我猛地窜起来，二话不说，对着他2腿中间那要命的地方便是狠狠一脚。顾老爷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嚎，疼得当场攻成了虾米，蜷在地上抽搐，瞬间没了反抗之力。我顺手抄起旁边的矮凳，对着顾老爷的脑袋就用力砸了下去。杀千刀的，本姑娘就赚点辛苦钱。用凳子砸完仍不解气，我又冲着他那脆弱之处狠狠跺了2脚。顾老爷身子猛地一僵，这下彻底晕死过去了。眼看2个恶人都躺平了，我这才长长舒了口气，双腿一软，瘫坐在了冰凉的地上。沈世安冲我竖了个大拇指，笑得格外好看。茵茵姑娘，你可真是女中豪杰，这才哪到哪儿，干我们这行的，什么拳脚功夫、奇门暗器都得会点。若是我这次能大难不死回家，姑娘就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。姑娘要什么，沈世安都会尽力办到。我摆手笑笑，现在危机还没解除，得把这俩罪魁祸首绑起来再说。可等我们找了粗麻绳，把顾老爷捆得结结实实，回头想去捆蒋若柳的时候，却发现那女人竟然不见了。真不知道她是刚才吓晕了自己醒过来溜了，还是压根儿就没晕，一直搁那装死。
要是后者，那这婆娘的心机可就深了去了。不过眼下不是琢磨她的时候，赶紧跑出去报官才是正经事。我从顾老爷身上搜刮一番，除了个瘪钱袋，没找到能证明身份的腰牌什么的。跟沈世安一合计，决定先跑出宅子。这座宅子离县衙有些距离，要走过一片山地。现在是半夜，人迹罕至，周围全是层层叠叠的树影，夹杂着偶尔一两声猫头鹰叫声。我提着灯笼，带着沈世安快步逃离，马上身后就传来了有人追赶的声音。我回头一看，那女人带了几个打手，举着火把要将我们灭口。眼看他们越追越近，我没有其他选择，从随身的布袋里取出一节骨笛，吹了几个音，紧接着就感觉周围的雾气越来越浓，有几个行动僵硬的人影出现其中。别再装神弄鬼了，你的把戏我已经看透了。别怕，他就是个纸老虎，给我上！听了他的话，我得意一笑，拿起骨笛又吹了几个音。只见那几个僵硬的身影猛地转身，朝着几人飞快跳去，眨眼间就跳到了蒋若柳面前。被你吓了一次，我还能被吓第二次不成？他以为这几个人也是我找活人假扮的，当即将火把对了过去，照亮了这几人的脸。只见这几人闭着眼，面色青黑，脸上布满了褐色、青色的尸斑，被火光一照，猛地睁开眼，那眼里空洞洞的，没有眼球。蒋若柳彻底吓疯了，彻底昏死过去。剩下的打手们疯狂四散逃窜，生怕被鬼缠上。眼看麻烦解决，我又吹了声笛子，那几个人影慢慢跳远，周围的雾气也散了。早知道姑娘有这等本事，方才要逃出来，岂不是轻而易举？沈公子，实不相瞒，这是我们阴姑的保命秘法，极其损耗心力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。记着，我救你一命，回去后要提1万两黄金来谢我。我方才催动秘法，现在气力不足，走不了几步就腿软倒地。沈山立刻停下来扶我。别扶了，你别管我，我走不动，得缓上一阵。你快去官府报案，让他们把这群人收监。别说了，我背你走。不等我拒绝，沈世安一把扯起我，将我背在背上。他的脊背宽厚有力，我俩的肌肤贴得极近，不由自主让我想起方才在婚房里发生的一切，当即羞红了脸，将脸埋在他背上。姑娘，权宜之计，抱稳了。沈世安应该是自幼有习武的习惯，现在恢复了力气，抱着我健步如飞。转眼就到了府衙，衙役们一听他是首富之子，立刻派人去沈府送信，又跟着我们回到了原先的宅子。一路上，他们还堵到了几个不敢跑打手，顺便把蒋若柳一起带上。回到宅子，他们先是被新房里阴森的布置吓到了，再看到绑得严严实实的顾老爷，不敢相信是出自我这弱女子之手，说要让谢老爷给我赐个女中豪杰的牌匾。最后，蒋若柳和顾老爷被套上枷锁，直接押送大牢。他们这辈子估计是得在牢里过了。至于还没抓到的参与者，官府也发了海捕文书。我跟着衙役去了趟衙门，录了详细的口供。沈世安则是被沈家一顶轿子体面地接回家。事情尘埃落定，只可惜我那1400两黄金属于不义之财，按律法全部上缴充公。我不敢违抗，只好乖乖交出来。等我拖着疲惫的身子从衙门出来，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。真没想到，忙活了大半夜，什么好处没捞着，反而白白搭进去一天功夫，还受了一场惊吓。我在街边的石滩上胡乱吃了碗热汤面，垫了垫肚子，才回了暂住的客栈。一进屋，我便对着空屋子把顾老爷和蒋若柳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，才算出了口恶气。过了几天，衙门那边派人传来了消息，说那个逃跑的蒋若柳已经被抓捕归案了。原来这对夫妇是江湖上流窜作案多年的悍匪，人称雌雄双煞，手上背负着好几桩大案，还犯下过命案。之前办婚礼的那处宅子根本就是他们杀了原主人硬抢来的。官府的人已经在院子里挖出了原主人的骸骨。刚听完这个消息，我正心有余悸呢，忽然听到有人敲门。打开门一看，门口站着的竟然是沈世安。他换上了一身干净的月白长衫，整个人显得格外俊朗挺拔，那模样简直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翩翩公子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毕竟当时对人家又摸又亲的。沈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可是跟我拜过堂的娘子，我自然是来找你的。我听了这话有点懵，干我们这行的，嫁了没100也有80个，像我都嫁了108回，也没见有谁回头来找过我。当然了，之前我嫁的那些，便是想回头找我，也有心无力。沈公子，那做不得数。再说那1400两黄金的聘礼，我也归还官府。你我之间，一无媒妁之言，二无父母之命，拜堂也是跟个公鸡拜的，根本不算夫妻。沈山却不管不顾，上前就抱住了我，低头便吻了下来。那天晚上我动弹不得，是你主动，现在该轮到我了。一吻结束，沈山将我抱在怀里。那聘礼没了就没了，我父母已备好1万两黄金作品，让我娶你过门。明日便有媒婆上门，8抬大轿，凤冠霞帔，10里红妆，我沈世安都会给你，只求茵茵应了我，做我的娘子。他给了我一个无法拒绝的价格，1万两黄金，那岂不是能堆满我这间屋子？可我转念一想，人家是首富，清白世家，我一个命中孤寡，嫁了几次的阴姑，怎么配得上？我将人推开，开门请他走。沈公子，你我不是一路人，请走吧。沈世安很聪明，他将我的神情看在眼里，立刻猜到我是因为什么不答应。青青，你若是担心我父母，他们之前就见过你，很喜欢你。我一头雾水，根本不记得自己同首富家有什么交集。你可还记得10年前有个不会说话的男孩？10多年前，京城外的一个大驿站里，一位气质雍容的夫人带着她10岁左右的儿子，正在驿站大堂里等着换马。这男孩不似同龄孩子吵吵闹闹，反倒出奇安静。一问才知，他自幼便没开口说过话。这些年，为了儿子的病，他不知跑了多少地方，见了多少大夫，可每次都是满怀希望而去，失望而归。
半个月前，他听说京城有位名医善治小儿呆症，便带着儿子千里迢迢赶来求医。他儿子其实聪慧过人，小小年纪便已能读懂许多深奥书籍，教书先生都夸他是奇才。要是他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开口说话，该多好啊！夫人嘱咐了儿子几句，叫他乖乖坐着，别乱跑，他去就回。可等他回来，却发现儿子不见了。他急忙找了一圈，才看见儿子正站在角落里，对面站着一个梳着双压髻的小姑娘。夫人赶紧跑过去，一边把儿子往回拉，一边气得用手拍他屁股，眼泪也下来了。娘叫你在那儿等着，你乱跑什么？你连话都说不清楚，万一跑丢了，让娘去哪里找你啊？你是不是要急死娘啊？沈世安挨了打也不哭，反而咧着嘴笑。夫人看着心里更难受了，觉得儿子这病怕是好不了了。没想到儿子摊开手掌，里面是个小巧的蝶形发簪。娘，好看！夫人一下子愣住了，顾不上儿子开口说话的喜悦，又气又急。好啊你，现在还学会拿别人的东西了。我见状连忙上前解释，夫人别打他，这发簪是小哥哥拿唐人跟我换的，不是抢我的。小哥哥说发簪好看，想送给自己娘亲。夫人听完，眼泪唰的便下来了，可哭着哭着又笑了。她这么多年的辛苦和委屈，好像一下子都被这句话给抚平了。此时沈世安提起，我才想起当年的情景，一个小哥哥用唐人就换走了阿娘留给我的发簪。你是那个不会说话的小哑巴？不对，你后来开口了。是，自那以后，我便能正常说话。爹娘寻遍高人，都说我是心结得解，却不知是遇着了我的贵人。他说着，从袖中取出一只蝶形发簪，只是边角被精心打磨过，正是当年那只，更显精致。这只发簪，我娘珍藏了10年，总说要寻到换簪之人好好报答。如今总算得偿所愿。青青，你是我的贵人，我的恩人，我这辈子被你救了2次，不止心属于你，这条命也属于你。话说到这儿，我也不再拒绝，搂着沈世安的脖子就亲了上去。次日清晨，沈世安果然准备了8抬大轿和媒婆上门，连带着20几箱聘礼。时隔多年，我再次见到了沈夫人，她果然还记得我，笑着将沈世安的手交到我手上。往后你们夫妇一体，好好过日子。洞房那晚，喝过交杯酒后，沈世安跪下对我发誓：青青，往后余生我定护你周全，再也不让你做那些折寿的营生。那可说好了，以后赚钱的事就交给你，我只管享清福。是，全听娘子的。红烛摇曳，映着2人相拥的身影。曾经靠替人续香火谋生的英姑，终于在第109次婚礼上寻到了属于自己的圆满，而那些算计与危险都成了过往云烟，往后只剩岁岁年年的安稳与欢喜。